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今天这个视频咱们又来测试一款140瓦的充电器，这也是油管上面国外的老铁呼声很高的一款充电器。由于我自己的原因忙不过来，拖到现在才开始测试。我可没有偷懒啊，就是因为要测的产品太多了，咱们搞不过来，请大家见谅。这款喜源源充电器在国外是卖的很好的一款大功率的氮化镓 PD 充电器。喜欢我视频的老铁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吧，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们话不多说，先开箱这个喜源源140瓦氮化镓充电器。拿到这个充电器，整体连包装就是很成熟的感觉，因为140瓦的充电器体积的话也算是大的啊。这里 GAN Fast Charger 氮化镓快充的标识。我们这个拿的是140瓦的4口的充电器，我手上这个是黑色的，它有白色黑色2种，背面全部都是英文的规格说明。我们直接打开包装，这个包装有点简陋啊，就是这种泡沫袋子，然后里面有一层环保袋子。充电器本体，充电器连包装盒一起的重量 317.5 克，单充电头重量295克，295克就相当于这个充电器有6两的重量。充电器整体黑色的外观，中间这里是140瓦氮化镓的一个标识，折叠插脚的设计，这边是各种各样的认证信息。这个充电器做出来就是在国外卖的，所以说它没有 3C 认证，有欧盟的 CE 认证，美国的 FC 认证， ROHS 的环保认证，双路绝缘，室内使用，不要扔向垃圾桶，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氮化镓快充的标识，充电器的型号是 XYY-PD140CCCA， 4个充电口，3个 Type C 口，内部舌片为黑色，这一个是 USB A 口，内部舌片为橙色。我这个视觉看过去，内部的 USB A 口好像是歪的一样，很少看到有充电器做工有这样的啊，这里面的充电口歪掉了。这里还有一个环形指示灯，这一面则是它的规格信息，输入电压100至240伏的全球电压， Type C 1口，最高输出140瓦。这里还有个 C2 Slim， 也就是说用一根 C2 Slim 的转接线的话，它有20伏 6.75 安，也就是135瓦的功率输出。这个功能的话需要转接线。C2 口和 C3 口最高功率是100瓦， USB A 口最高功率是60瓦。然后下面的话就是多口组合的时候它的功率输出的情况，我们后面再测试。这个充电器外观部分看完了，我们就进入实际充电测试。进入实际充电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充电器它内部的协议的情况。首先它的 Type C 1口，我们用了一根联想的这根 C2C 的线来测试它的协议。第一个就是 UFCS 133瓦的快充，我们点进去的话，融合快充有3个档位， 3.4 至 5.5 伏的3安， 5.5 至11伏的3安， 11伏至21伏的 6.35 安。也就是说这个充电器涵盖了融合快充的几乎所有的机型。然后下面是 QC3 加5伏、9伏、12伏、20伏、3.6 至9伏，展讯的 SFCP 也是有的。然后这下面是 PD 3.1 140瓦 EPR PPS QC5， PD 3.1 点进去，固定档位5个，最高20伏 6.75 安。然后这里是 PPS 档位 3.3 至21伏的5安，这是5安的 PPS 啊。然后下面则是28伏5安140瓦的 PD 3.1 的档位。这个 DCP、SAM 和 Apple 2.4 这3个是基础功率，这个基础功率非常的完善了啊。这是这个充电器 Type C 2口支持的协议的情况，有华为 FCP 的24瓦功率，华为 SCP 档位的40瓦功率，这个可以支持华为的40瓦的功率啊，也是很不错的。三星 AFC 的24瓦功率， QC 3.0 的5伏、9伏、12伏、20伏、3.6 至20伏，展讯的 SFCP PD 3.0 100瓦 PPS QC5， PD 3.0 点进去，固定档位5个，最高是20伏5安100瓦， PPS 档位是 3.3 至21伏的5安，这个又是一个5安的 PPS 档位。 DCP 和 Apple 2.4 两个基础功率。这是 Type C 3口的协议， Type C 3口和 Type C 2口的快充协议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就不看了。这是这个充电器 USB A 口的快充协议的情况，华为 FCP 的5伏、9伏、12伏，最高功率24瓦，华为 SCP 档位的3.3 至12伏的40瓦功率，这个也有40瓦的功率啊。三星 AFC 的5伏、9伏、12伏，最高功率也是24瓦功率。QC 3.0 的5伏、9伏、12伏、20伏、3.6 至20伏。展讯的 FCP， 其他两个 DCP 和 Apple 2.4 则是基础功率。首先实际充电测试的话，
我们还是用这个小米的红米 Note CT Pro。由于这些充电器它没有小米家的私有协议，实际充电的话，功率就个15瓦左右的功率啊，这是真实功率，显示的是 PD 27瓦，实际功率只有15瓦左右。这个充电器的融合快充，用这个一加的 AC13，我们来测试它的融合快充的功率。刚刚的起始功率是21瓦，现在变成22瓦了。现在这个手机电量只有 1%。我们看一下它的充电时间，采集它的数据。这一个一加 AC13 充电已完成，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这是一个典型的融合快充的一个曲线图，从最初的功率21瓦多，然后充到最后 90% 的电的时候，变成27瓦的功率，逐渐上升功率的一个过程，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整个充电时间的话，一共就是53分钟时间，充电速度还可以啊，20多瓦的功率。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温度，20多瓦的功率的话，对这个充电器来说就没有什么考验了。最高温度也就是 46.1 度，我们今天室内的温度 27.3 度，开了空调的。这部手机是荣耀60，我们用这个手机来测试华为的私有协议，因为到荣耀100以后的手机才开放 PPS。这4个充电口，它实际的功率都是20瓦左右啊，真实的功率。我们直接用 A 口配合华为的原装数据线，可以启动华为的超级快充。这个手机目前的电量是 18%， 我们采集一下数据，看看功率会不会再高一点。这个荣耀60电已经充到 99% 了，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前面20分钟也就是20瓦左右的功率啊，然后20分钟过后就降为10几瓦的功率，一直充到 90% 的电，才慢慢的下降功率。10几瓦的功率啊，这个功率不是很高。总共充电时间从 18% 的电充到 99% 的电，一共用了1小时04分钟时间。我们看一下充电器的温度，这个大功率的充电器充手机的话没什么温度的，最高温度 40.5 度，我们室内的温度还是27度左右。这个充电器 Type-C 一口，有 PPS 有 UFC-S 融合快充的设备来用这一个充电口，这2个充电口都具有 PPS 5按的档位，可以用支持 PPS 的设备。这部手机是 vivo 的 iQOO Z9， 我们用这个手机来测试一下它的 PPS 快充，可以显示 vivo 家的快充标识。这个手机目前还有 13% 的电量，我们直接采集它的数据。这一个 iQOO Z9 充电已完成，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前面6分钟时间大概就是30到31瓦的功率，然后降了一下功率，降了28瓦左右的功率，充了大概5-6分钟，然后后面全部都是23、24、25瓦的功率，一直充到 90%，90% 过后逐渐的下降功率。整个充电时间的话，也就是1小时05分钟。我们再来看一下温度，这个功率比前面2个手机的功率要高一点，它的温度相应的来说也要高一点。最高温度的话 46.2 度，室内温度 27.8 度。如果是荣耀100的话，这个充电器上到50多瓦的真实功率应该是没问题的。咱们手头上没有荣耀100这个手机了，所以说也没办法测试，就用这个来测试 PPS。充电速度还是挺快的啊，大家要知道这一个电池是6000毫安的电池。3C 手机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它的功率，功率的话是可以跑到35瓦左右，显示的是超级快充 2.0， 1小时5分钟可以充满电。如果是新款的 S23、S24 的话，功率会更高一点。像这种大功率的充电器，140瓦的 PD 充电器，对于苹果手机来说，那真是小菜一碟。所以说苹果手机的充电测试，咱们完全可以不用测试了啊。最新款的15 Pro Max 连27瓦它都吃不完，所以说苹果手机咱们就不测试了。手机部分测试完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就是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器在它的60瓦、100瓦、140瓦3个高功率档位的时候，它的温度的情况。为什么不用测试笔记本？因为笔记本的话，它是一个曲线充电的方式，最高功率，比如说是65瓦充电的笔记本，它的65瓦的功率，也就是50多瓦的真实功率的话，大概也就是持续个10多分钟，根本无法的烤出它真实的温度的情况。我们这种烤机的方式，也就是在60瓦的时候，也是真实功率在50多瓦的功率，拉它2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温度，基本上是非常准确的。我们现在就是测试60瓦，测试用的线材就是这一根联想的，这个线的线阻非常的低，功率损失非常的小。咱们后面的测试基本上都是用这根线材来做测试。
60瓦的烤机，它的真实功率的话就是54瓦。我们采集数据，这个充电器60瓦的功率已经足足运行了2小时20分钟。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真实功率54瓦的功率持续的在运行，非常的稳定的功率啊，54瓦。我们室内的温度还是27度，这个充电器温度稳定了，我们才停止。最高温度也就是54度，这个温度表现还不错。现在我们这是100瓦的功率烤机的情况，已经运行了1小时45分钟左右。100瓦的真实功率是98瓦左右，一直在持续的输出。我们室内的温度稍微涨了一点点，28度。充电器实际最高的温度的话，开了空调的情况下，室温28度的情况下，它的最高温度是65.6度。这是100瓦的功率啊。这是140瓦的烤机，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从第29分钟的时候，它开始波动了。我们先看一下温度吧，最高温度也就是58.6度。然后它这个从第29分钟的时候开始就波动的非常的厉害。这是第29分钟到39分钟的这10分钟的情况。冲到最后的时候，大家看一下这个曲线图，这个波动的情况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再进行一次140瓦的测试，这是咱们的第2次140瓦的烤机。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这一次的话，它是从第54分钟开始有波动，但是这个波动的话只有10分钟时间，这个就不影响了啊。前面那个在20多分钟的时候就开始波动了，那个影响就大了。然后我们看一下温度，温度就是68.6度，也算是可以的了。第2次测试还是符合140瓦充电器的一个正常水准。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一个充电器它多口输出功率分配的情况，还有就是看一下这个充电器在多口使用的时候它会不会断流。这4个充电口的单口最大功率的话， C1 口140瓦， C2 口是100瓦， C3 口100瓦，这个 USB A 口是60瓦。我们先启动 C1 的140瓦，真实功率130瓦。 C2 口我们接上15号充电宝，断连重新分配功率就变成100瓦，然后这下面就是32瓦，总功率都是130多瓦。拔下 C2 口，拔下它是不会断连的，但是功率会重新分配到140瓦。C2 口我们先启动它的最大功率啊，我们这一个充电宝自充功率是90瓦，真实功率73瓦。然后我们接上 Type C 1口， C2 口是没有断连的，功率就变成了60瓦，这边也是60瓦，也就是说 C1、C2 100瓦加35瓦的模式和65瓦加65瓦的模式。同样的，我们看一下 C1 口加 C3 口的情况。C1 口140瓦， C3 口我们接上去， C1 口也会断连，重新分配功率变成100瓦， C2 口就是32瓦，一样的啊，两个加起来功率也就是130瓦的样子。拔掉 C3 口， C1 口它也不会断连，功率会回到140瓦。 C3 口加 Type C 1口的情况，我们先启动 C3 口的大功率，真实功率70多瓦，再接上 Type C 1口，一样的不会断连。 Type C 1口还是100瓦，也就是说 C1 加 C3 它只有一种模式，100加35的模式，不管你先插哪一个都是一样的。 C1 口加 USB A 口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启动 C1 口的140瓦，插上 USB A 口，一样的啊 ，C1 口也会断连，重新分配功率变成100瓦。这一边的话就是走的10瓦。按照 A 口的规格说明，如果是快充的话，应该这个走个20-30瓦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总功率的话，它一直控制在140瓦左右。拔掉 A 口，不会断连，功率重新回到140瓦。我们先启动 A 口的大功率，我们再接上 Type C 1口。A 口也不会断连，功率也没有变，20瓦左右。C1 口和 USB A 口也只有一种模式，100加30左右。拔下 Type C 1口，一样的不会断连，没有变化。C2 口加 USB A 口的情况，我们看一下。先启动 C2 口的 PD 100瓦，我们再接上 USB A 口，不会断连，总功率的话也就是100瓦加30瓦左右。拔掉 A 口，一样的也不会断连。C3 口加 USB A 口的情况，我们先启动 Type C 3口的100瓦，我们再接上 USB A 口，
C3 口马上断连，重新分配功率。两个充电口一起使用，它就是基础功率。两个总功率的话，大概就是30瓦。C3 和 USB-A 口应该是走的同一个降压输出模块。我们现在来看看 C1、C2、C3 三个充电口同时使用是什么样的情况。C1 口启动140瓦，正式功率大概130瓦左右。我们接上 Type-C 2口，C1 口断连，重新分配功率。这一次启动的是65+65的模式。我们再接上 Type-C 3口，没有断连啊。三个充电口同时使用的时候，这一个是 PD 65瓦，这一个是35瓦，这个是35瓦，总功率的话也就是140瓦左右。我们拔掉 Type-C 1口，拔掉 Type-C 1口，这下面两个充电口没有断连，但是功率的话变了，变成了这一个应该是100瓦，因为这个自充功率只有90瓦，显示的是74瓦，然后下面的话就是35瓦，两个总功率也就是140瓦左右吧。我们现在来测试 C1、C2 加 USB-A 口的情况。我们先启动 Type-C 1口的最大功率，然后我们再接上 Type-C 2口，断流重新分配功率，变成了65+65的模式。我们再接上 USB-A 口，没有断连，功率变成了 PD 65瓦加35瓦加35瓦的模式，也就是总功率140瓦不变。我们拔掉 USB-A 口，也一样的没有断连，功率的话就变成了65+65。C2、C3 加 USB-A 的情况，我们先启动 C2 口的100瓦功率，然后我们接上 Type-C 3口，没有断连，功率的话变成100瓦加35瓦，然后我们接上 USB-A 口。C3 口断连了 ，C2 口没有断连，变成了基础功率。也就是说，这三个充电口一起用的时候 ，C2 口100瓦不变 ，C3 口和 USB-A 口走的基础功率，总功率130多瓦，也就是140瓦吧。A 口要从这里把它拔下来，拔掉 A 口，拔掉 A 口 ，C3 口就会返回35瓦的功率。我们现在来看看四个充电口同时使用的情况。我们先启动 Type-C 1口的最大功率，然后我们再接上 Type-C 2口，断流重新分配功率。我们再接上 Type-C 3口，没有断连，功率变成65瓦加35瓦加35瓦的模式。然后我们再接上 USB-A 口 ，USB-A 口一旦插上去 ，Type-C 3口马上变成基础功率，总功率的话也就是140瓦不变。拔掉 Type-C 2口，没有断连，拔掉 Type-C 2口 ，Type-C 1口就变成了100瓦，接上去它马上变成65瓦，没有断连，也就是四个充电口使用这两个口 ，C3 和 USB-A 始终是基础功率，这两个是 PD。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就是测试这个充电器的转换效率和它的文波输出的情况，这个就是充电器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数据了啊。首先我们就是来看看它110伏60赫兹它的待机功耗的情况。经过2分多钟的待机功耗测试，这一个充电器在110伏状态的时候，插电的瞬间功耗有18瓦，一段时间过后基本上都是稳定在 0.2瓦。综合待机功耗110伏状态 0.2瓦。5伏3安15瓦功率，110伏输出 19.6瓦，这边直流输出 15.5瓦，转换效率折算下来 79%。9伏3安27瓦功率，110伏输出 32.6瓦，这一边直流输出 27.6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5%。12伏3安36瓦功率，110伏输出 42.3瓦，这边直流输出 36.6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7%。15伏3安45瓦功率，110伏输出端 51.9瓦，这边直流输出 45.6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8%。20伏 3.25安，也就是65瓦的功率，110伏交流输出 73.4瓦，这边直流输出 65.7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90%，这个转换效率很高了啊。20伏5安100瓦功率，110伏输出113瓦，这边直流输出 101.3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也是 90%。28伏5安140瓦的功率，110伏输出 154.1瓦，这边直流输出 141.2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92%，这个转换效率非常的不错。这个充电器在220伏50赫兹的状态下，也就是我们中国的大陆地区的电压下面，
插电的瞬间功耗有13瓦，一段时间过后稳定下来，基本上功耗都是 0.5 瓦。220伏综合的待机功耗也就是 0.5 瓦。5伏3安15瓦功率，220伏输出 19.7 瓦，这边直流输出 15.5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79%。9伏3安27瓦功率，220伏输出 32.5 瓦，这边直流输出 27.6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5%。12伏3安36瓦功率，220伏输出42瓦，这边直流输出 36.6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7%。15伏3安45瓦功率，220伏输出 51.5 瓦，这边直流输出 45.6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9%。20伏 3.25 安，220伏输出 72.7 瓦，这边直流输出 65.7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90%。20伏5安100瓦功率，220伏输出 111.8 瓦，这边直流输出 101.2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91%。20伏5安140瓦功率，220伏输出 151.9 瓦，这边直流输出 141.2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93%。这个充电器的转换效率是非常不错的啊。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就是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器的交流文波输出的情况，充电器好不好，对我们设备有没有伤害，就看这个数据了。我们直接测试每个档位的负载文波。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38.2 毫伏。9伏3安27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54.5 毫伏。12伏3安36瓦的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68.4 毫伏。15伏3安45瓦的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73.2 毫伏，没有超过100毫伏啊。20伏 3.25 安，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36.5 毫伏，这个文波到了高功率的时候，它突然一下降下来了。20伏5安100瓦的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16.7 毫伏，这是100瓦功率高功率的时候。我们测试文波读的数值是读的示波器的最高值 max 值，不是选的最低的一个数值来读的。这就是这个充电器最高功率28伏5安140瓦的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的情况。最高的时候 147.1 毫伏，这个文波表现也算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喜源源140瓦氮化镓的4口充电器测试下来，快充兼容性很不错。它的特点是有一个133瓦的融合快充协议，不仅支持 UFCS 的手机可以用，支持 UFCS 的平板电脑更不在话下了。烤机温度表现最高的时候是68度左右，还行。转换效率110伏平均下来 87%，220伏平均效率 88%， 表现是很不错的。文波表现中低功率很不错，高功率表现一般了。喜欢我视频的，喜欢我的频道的老铁们，记得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这个频道的支持和鼓励，非常非常感谢你们。新来的粉丝记得关注走一波，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